听王爷说，柴禄的曾祖是前朝世宗皇帝的太傅，周灭宋兴之后，自愿进入王府之中，改为柴姓。祖孙4代都在王府之中任总管之职，可以算得上是一门孤宗啊。只怪他自己起了贪念，如今柴王爷也帮不了他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你怎么回到驿馆之后，一句话也不说？啊，展护卫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出发了。大人，属下夜探王府，时间很难掌握，或许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公事为先，本府等你便是。展护卫，展护卫，展护卫，你一定要特别小心，万一惊动了守卫就麻烦了。柴禄发现有人盯上了库房，一定会提高警觉。公孙先生，展昭什么时候让你担心过？是，我多虑了。展护卫，如果黄金藏在夹层或是密室里，就一定有暗门。开启暗门的机关通常在墙垛或是摆设上。展护卫，公孙先生，别忘了展昭来自江湖。展护卫切莫见怪，是我太过担心了。公孙先生不用为展昭操心，你应该替婉儿姑娘担心。我觉得她心里有话不肯说出来。这你已经知道了。展护卫，还是回来再说吧。回来再说。这本是婉儿的私事，不该去说。然而，展护卫也不是外人，你就告诉他吧。是。他回来之后，学生会找个机会告诉他。不过，尽量不要让婉儿太过难堪，毕竟她只是个年轻的姑娘，这种事也不好公之于众。学生明白，只是他小小年纪，却要承受这么多情感上的重担，真难为他了。婉儿太执着于对他亡父的誓言，或许这也正是他最为痛苦之处。你怎么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了？出了什么事情？别急，我找你有要紧的事商议。就不能等明天？不能。好，你说。
你从王府走了以后，我越想越不对劲。展昭他究竟发现了什么，盯上了王府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范勇那批军中的人只知道替你采矿，我的介入，他们根本不知情。不错，他们的确不知情。只有郭北和几个心腹负责送黄金到王府。依照你的说法，郭北那批人一个活口都没留下来。的确没有活口，我有绝对的把握。那包大人有什么理由怀疑王府，甚至派展昭前来探查？原因很简单，你已经被人盯上了。矿场事发以后，你来王府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他们可能已经派人跟踪你，于是就将王府列为侦查的目标。他们想从我身上追到黄金的藏处。不错，这就是他们的目的。难怪包大人让我暂时留任，难怪他对我充满了怀疑，却没有任何动作。原来这一切只是为了让我带着他们找到黄金。现在要撇清你我之间的关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你立刻离开青州，掐断他们侦查的目标。不行，现在离开已经为时太晚了，并不能解除他们对王府的怀疑。可是时机一旦成熟，他们对你下手，你就是我们最不利的证人。不，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掌冲，相信我，只要你看好那些黄金，不露半点口风，包大人没有任何机会扯上王府。大人，这个世上恐怕很少有人看到这么多黄金放在一起，难怪有人为了它不惜一切，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。可是他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。如今证实黄金藏在王府之内，如何才能查证黄金是从矿场盗采而来的呢？每一锭黄金在熔铸完成之后，一定会打上印记，以证明该黄金的出处。而这块金砖却平整光滑，
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这样的证据，的确是毋庸置疑了。大人，是否可以马上采取行动？当然可以，不过却先要定好策略。那我们该先抓张冲，还是先去王府呢？这倒是个难题呀。不管先到哪一边，另外一边一定会心生警惕。不错，张冲会逃，柴禄会马上处理黄金，到时候我们会顾此失彼。黄金迁移需要人手和时间，更需要放置之处。人却随时可以逃离，还是要先从张冲着手。先去抓张冲，柴禄那边一定会得到消息。倘若拘捕张冲，却不去州衙呢？大人是要张冲前来驿馆？不错，拘捕张冲之后，立刻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前往王府，柴禄来不及应变。可张冲知道大人怀疑他是否会单独前来驿馆呢？那就需要找一个他不会警觉，而又非来不可的理由。大人，如果朝廷对张冲的处置已由地补送到，若以此为由，让他前来驿馆当面听取，是否可行？按照日程推断，朝廷的决定也该到了。此法可行，不过为防万一，还是要密切注意他是否有脱逃的意图。大人放心，属下会暗中盯着他，直到他来到驿馆，他逃不了。好，明日就依计而行。张大人，方才衙役来报，两位要见本座。是，我们奉了包大人之命来请张大人前往驿馆。一大清早，包大人叫本座去是为了何事啊？昨天地铺送来朝廷的紧急公文，大人说那是朝廷对张大人的裁夺，请张大人前去听取。既然是为了公事，包大人何不前来州衙？张大人是要大人亲自前来？不，本座只是好奇而已，怎敢劳动包大人？既然如此，还请张大人随我二人一同前往。好，本座就随你们前去。张大人，请。张冲，还不束手就擒！包大人，下官不知道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。盗采金矿，杀人灭口，本府要依法将你逮捕归案。无凭无据，
包大人凭什么认为下官与此案有关？又凭什么要将下官逮捕？3年前，青州勘矿师田野奉你之命，前去勘察矿脉，勘定的确为金矿之后，你却驳回探勘结果，非但未上报朝廷，反而利用范永、郭北盗采金矿，并将田野杀害灭口，谎称失足落山。如今，当年你亲笔批复的公文为凭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当冲，本府劝你不要做无谓的困兽之斗。既然罪行已被揭发，就该坦然接受郭樊的制裁。没想到当年遍寻不着的批示文书，竟然会在今天出现。不过，包大人想要将下官依法制裁，恐怕也未必办得到。我倒要看看谁能接得下我这杆枪。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五黄眼。好，我也正想试试南侠展昭是否名不虚传。都给我退下！我要找个人陪。大人小心！保护大人！将军南面阵前往，我死推其所。大人，他是存心想死，以为这样就保住了柴路了。然而，他却又为何要拼死保护柴路呢？大人，张冲伏法了。芒超马汉，在。派人收拾善后。是。公孙先生带齐政务，我们立刻前往王府。
王爷。包大人，你身穿官服，带着人马，到王府来，不知所谓何故？王爷，包拯今日是为了公事而来。哦，那本王的王府之中，能有何公事而言？包拯有可靠证据，证明王府之中有人与张冲勾结，犯下了盗采黄金一案。啊，竟有此事？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？柴禄。包大人，你可有可靠的证据？盗采3年，不法所得的黄金，就藏匿在王府之中。王爷，这些金砖均无熔铸出厂的印记，足证乃是私财私铸。包拯要依法行事。事实俱在，本王无话可说，请包大人尽管放手去办。多谢王爷。王朝马汉在。将赃物清点列册查封，带回驿馆先行保管，待朝廷派员前来接收之时，依法缴库。是。张龙赵虎，属下在。柴禄罪证确认，将他押入大牢，严加看管，听候审讯。是。多谢王爷配合。本王平时并不过问府中之事，导致那柴禄欺上瞒下，违法乱行，还请包大人见谅。柴禄违犯国法，乃是个人行为，既非朝廷官员，又无责任归属，自然与王爷无涉。正所谓人上一白，形形色色，王爷又怎能全班洞察？唉，本王调教无方，难辞其咎啊。不过，那柴禄与张冲勾结合谋，包大人是如何查获？莫非是那张冲被擒，招供出来的？回禀王爷，张冲他持械拒捕，更图谋行刺大人，已经被当场格杀。哎，他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包拯乃是根据一件物证判定，进而循线追查，才查出柴禄涉案。什么物证？此物还是出自王府之中。哦。
这图上的印记，可是王爷家族所有。这幅藏宝图，在柴家已有100年之久。那柴禄身为王府总管，谁知竟敢监守自盗，将此图交给张冲，共谋盗采金矿，真可谓人心难测。王爷无需为他难过，这也是他咎由自取。王爷，此图如今已是全案物证，还请王爷赐罪。那是自然。王爷，如今此案人赃俱获，今日整理清查，明日包拯便要升堂审断了。罪人拜见包大人。柴禄，在本府升堂之前，先要询问于你。如今人赃俱获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我本以为此事天衣无缝，不会有人发现，但最终还是没有瞒过包大人您。我只能说，天不从人愿，别的我无话可说。然而本府却要问你，那张羊皮矿脉图，可是由你交给张冲，由他负责开采金矿的？事到如今，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不错，我身为王府的总管，王府的古玩器物均由我来经营。3年前，我无意当中发现了羊皮图纸，我就指使张冲按图索矿，没想到还真是找着了黄金矿藏。那张冲与你有何渊源？你又如何信得过他？我与张冲乃是世交，祖上同朝为官，我们俩又是从小的玩伴，我绝对信任他。那张冲文武双全，又蒙朝廷器重，只要尽忠职守，日后必能飞黄腾达，又怎会弃之不顾，与你狼狈为奸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？包大人，您可真是难得一见的清官了。这与本府是否清廉，又有何关？包大人不知道其他官员的情形，普天之下入朝为官者，有几个人不是为了贪图名利？这个矿场给我和张冲所带来的财富，够几辈人享用。张冲没有理由不动心。哼！就为了贪图那些财富，却让他送了一条性命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只怪他们没那个福分。然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非但让无数的矿工受难，更让柴王爷蒙羞。这一点，你又可曾想过？我贪图黄金，包大人依法处死，我罪有应得。唯有对王爷，我只有来生再赎罪了。大人，柴禄所说并非实言。哦，展护卫是据何而论？张冲私采金矿被大人查获之后，接下来
他应该明白，大人会查出主谋是谁。可是他却留在青州不走，显然他不相信柴路，怕他会私吞黄金。可柴路却说，他们互相信任，这话显然是假。詹护卫言之有理。柴路，你可有说辞？展大人想的太多了。张冲做事一向缜密，他有把握让包大人抓捕他的证据，所以他才留下来。可今天他知道大人掌握他3年前批复的公文，已经足以证明他有罪。他的武功虽然不如我，若是有心逃走，也并非绝无可能。可是他却选择刺杀包大人，丧命在我的剑下，这又为何？他是为了维护我？一派胡言！他怎么可能为了你而牺牲性命？我与张冲乃生死之交，这个恐怕展大人没想到吧？柴路，不论你所言是真是假，如今那张冲已死，黄金又是由你所藏的库房之中搜出，罪证确凿，毋庸置疑。明日本府升堂之后，再详加论断。柴路无话可说，任凭包大人发落。张兆虎，属下在。将柴路押回大牢，由你2人亲自率府中官兵严加看管，不得有误。是。父王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我才来了一会儿。那你怎么不叫我呢？我没有打断你，看来你完全沉醉在自己的音乐当中了。没错，有许多话不好对人言，有许多事也不便对人说，所以只好陶醉在丝竹之中了。是的，你是有许多话没有对父王讲。父王话中有话。我的确有别的意思。张冲和柴路的事，你都听说了？听说了。
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。说吧。他们触犯了国法，包大人依法将他们治罪。孩儿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哦，是吗？那他们盗采金矿，你也没什么可说的？孩儿不明白父王的意思。包大人查出他们犯罪，凭的是一张藏宝图。那藏宝图是我柴家之物，难道你还没有什么可说的？那是你14岁那年，因为你摔断了腿，你的祖父为了讨你的欢心而赠予你的。难道此事你全忘了？父王，此事别人也许不知，可是赠图的是我的父王，受图的是我的亲子，我怎会不知？柴禄是王府的总管，如果藏宝图不在他的手上，他又怎能拿去与张冲勾结盗采金矿？当包大人出示此图，我一看图上的印记，就知道此案是你所为。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父王，藏宝图在柴家100年，是柴家所有。图中的金矿是柴家所有，甚至现在的昭祖天下也是柴家所有。柴家把拥有的东西拿回来，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当然的。住口！如今天下早已不是柴家的天下，山里的金矿更属朝廷所有。你凭什么去开采？你凭什么占为己有？你凭什么去牺牲多条性命？父王，你根本就不明白。我是不明白，我也不想去明白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包大人会不会查到你的身上。一旦如此，连我这个王爷也保不住你了。父王，您放心，张冲之所以被他们所杀，也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把我供出来。否则，以他的武功，他应该可以逃走的。所以包大人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情与我有关。别忘了，还有一个柴禄。柴禄他不会说。你怎么这么有把握？父王，你平时少管府中的事，而孩儿却跟他多有接触，他是不会背叛我的。除非父王你要大义灭亲，把我供出来，交给包大人。父王还没有那么狠心。要我亲手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送死，我做不到。如果是这样，包大人永远查不到我的身上。可是他凭着一个柴家的印记，就追查到了柴禄，难免不会追查到你的身上了。柴家的印记已经多年没用，除非宫中旧物，否则外面的人又怎么会知道呢？婉儿看过柴家的印记。慢一点啊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小心点。哎，小心别倒了。慢一点。
还有这个。哎，慕容姑娘。 是不是在王府查到了黄金？是，大人让我们搬回驿馆扣押看管。大人是不是也带走了柴禄？是，如今正关押在州衙大牢。照你这么一说，你送给他的那个真和尚，就有我们柴家的印记。原来包大人是根据这一点才找到我们王府的。这一点也是我始料未及的。可这也不能证明你就牵扯在其中。没人知道藏宝图是你交给柴禄的。 你不用担心，父王，我不是担心包大人抓不抓到我，我是为婉儿的事而感到无奈。玉儿，那个玉盒没有能够让我抓住婉儿的心，却让包大人把柴禄给抓住。 数自寻烦恼，天外有天比你高。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品尝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重承诺，重感情，友谊才是宝。
心又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